特别的有耐心来跟我们讲你们的故事。其实你们的故事每一个都是这么的精彩啊！我们听过丽芳和师母讲过他们很多的个人的亲身的经历，在这当中都是经历神的奇妙的作为。那今天我们想跟丽芳聊的一个话题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关于恐怖片。其实我不知道有很多人呢都是很喜欢看这种精彩的这种有刺激性的电影或者是这种什么悬疑片等等包括一些小说。那尤其是现代年轻人更想找这样的感官和心理的刺激然后人呢也都越来越变得很焦躁，甚至有很多的不同的人格分裂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得这种病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这个话题是可能蛮普遍的也知道好像曾经我们的丽芳姐妹也陷入其中特别是对于恐怖片，你是怎么来看的？作为一个女孩子，你不怕吗？丽芳？怕呀，就是怕才看啊。好的恐怖片是要让你怕到骨子里，那种血腥的镜头并不是怕，它不会，血腥的镜头它只不过是一种血腥，但是它血腥之后代表的那种恐怖才是真正的恐怖。所以当你懂得看恐怖片之后，你会判断很多恐怖片是好还是不好，是通过你有没有被吓到，而不是说那个画面有多血腥。然后我对恐怖片的研究已经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然后你知道以前很喜欢看的，你知道香港的恐怖片，它所谓的恐怖片其实是以恐怖片作为一个幌子来讲述温馨的故事，所以大部分的恐怖片里面的鬼僵尸都不是很吓人的，它没有让你感觉说心里面不寒而栗的。我看过最恐怖的一个是第一次看泰国的恐怖片，那一个看完之后我一个晚上不敢闭上眼睛，所以整夜没有睡觉，那才叫恐怖。我听到丽芳讲的，我有一点毛骨悚然虽然我比较胆小，不太敢看这种恐怖片但是我觉得好像丽芳讲起这种恐怖片的那种心态，就是能够进入到这种里面的，就像人吃辣椒或者吃一些刺激性的物品他越吃虽然辣或者虽然这个刺激很大，但是他很上瘾，吃完了再来，吃完了再来就追求那种刺激，是吧？那当你觉得很恐怖，恐怖了一个晚上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不要再看了，还是说，哎呀，我要再看更多的、更厉害的那种刺激的片子呢？就像你说的会上瘾，当我体验过那样子恐怖的刺激的感觉之后，会时不时的会再回去寻求那种刺激。当我再看到更加刺激的电影之后，我就会得到特别大的满足，想说哇，我又刺激了一次。但如果我看的那部电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恐怖的时候，我就会很失望。这什么叫恐怖啊？不该把自己说成是恐怖片 ，OK？ 你根本就不恐怖，就会很失望。所以寻求那种刺激感是我想要的。OK，那你是不是在这当中得到满足以后，你觉得真的是很能够得到满足的？因为我们不看的人可能不太知道这种满足的感觉。当然也曾经看过一点点那些害怕的东西，但是可能马上就不看了，蒙上眼睛。但是你看完了，你居然还去追求，你觉得真的对你的那种心里有一种锻炼，让你变得更勇敢，对事更顽强，还是说对你是一种不健康的影响呢？我觉得不健康，但我并不知道。有一次主日学是由 Andrew 娄慧光弟兄带的一个主日学，讲到了说我们要将所有妨碍于我们敬拜耶稣基督、敬拜神的所有的坏习惯都要戒掉。那其中包括赌博啦、饮酒啦，包括色情网站包括追剧包括看恐怖片。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说这也太让我惊讶了吧，追剧跟看恐怖片也算是其中之一吗？那追剧我后来想了想，对，你把
等一下，听不到了。一步又一步，你很浪费时间，你没有把精力拿出来。你刚才所有的都断掉了，我听不到你在讲什么了。然后你从你从追剧开始，你说追剧是浪费时间，就从这个话头开始，好吗？好吗？你现在说话，我看能不能听到。你说，你继续说，我听一下。好，我可以理解说追剧吧，因为追剧真的很浪费时间，一整天都在看电视剧，你没有将时间利用起来，好好的来，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敬拜神。然后恐怖片偶尔看一下，没有什么大碍吧。结果我就慢慢的跟 Andrew 讨论，他就告诉我说，当你在看恐怖片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打开，暴露在撒旦的面前，让他来控制你。我才想到，真的是，在我看的每一部恐怖片里面，最恐怖的部分是什么？是主人公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情况下面，就把那些demon、那些魔鬼请到自己身上或者家里面来，到后面什么结果，就是你永远也请不出去了。那我看恐怖片的状态不就是跟他们一样吗？我在邀请撒旦进来控制我，你到时候控制不了自己的话怎么办？你会被撒旦控制，因为你有这个缺口。再加上说，其实我们去经历恐惧的时候，也就是在犯罪，因为在主里面只有平安喜乐，不应该有恐惧，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戒掉。在那一次主日学上面，我就开口祷告，请耶稣基督帮助我戒掉这个恐怖片，然后我就真的很有心的去做，但是很困难。每一次有新的恐怖片出来，我觉得会是一部很精彩的恐怖片的时候，我就特别受诱惑，好想看，好想看，怎么办？然后我就祷告，神啊，千万要控制住我，不要让我看，我真的很想看，你就帮我吧。然后我每次做完祷告，我就不看。然后慢慢的1年之后，我发现自己改变了，我就是不会再去看到这些东西，也不会去想它了。然后最大的让我感受到说我变了的是，每一次Halloween 之前都会有那种新的恐怖片上映，然后他们会有预告片，然后就会穿插在广告里面出现。然后一旦出现的时候，我一旦发现这是预告片，我就会把声音关掉，把画面转过去，不想听不想看，是那种很自然的反应。我自己这么做了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我现在对恐怖片是这种状态。然后呢，在一次上班的时候，在餐馆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面，拿着他的手机给我看了一个很血腥、恶心的画面。我当下觉得整个人都被冒犯的、恶心的不行了，好难受，好难受啊！我当下就跟他讲说，你这么做是不可以的，你冒犯到我了，以后千万不要再拿这种相片来给我看。他都觉得难以置信，为什么？然后我自己回头去看，这种照片在我以前的所有的恐怖画面里面根本不算什么，但是现在在我看来竟然是如此恶心、如此肮脏、如此不堪入目，就是把我的灵魂都污染掉的感觉。当天晚上因为这个画面我都没有办法睡觉，脑袋瓜里面把以前所有的看过的恐怖的画面一个个出现在我的眼前，一直打扰着我。然后我就开始做祷告，主啊，帮帮我！我知道我错了，我以前不应该把这些画面输入到我的脑袋瓜里面，我已经没有办法重新来过，我没有办法除掉这些画面。但是你要帮助我，慢慢清洁我已经被污染的心，慢慢清除掉这些被污染的画面，帮助我将来可以变成一个清新的心，即使是有这些画面存在的情况下，也不要打扰到我的灵。我祷告完之后就舒服了很多，那些画面就慢慢的停止掉，然后我可以安然入睡。现在我看到恐怖片，我并不会说害怕或怎样，但是我会被打扰到，会觉得说我不需要这个，很想要离它远点。真的棒，这种改变真的是从心而发的。
当时你看恐怖片也是从心而出啊，喜欢追求那种刺激。其实真的，我们人怎么样都逃不过在伊甸园里所犯的那个罪啊。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然后我们为了满足我们这个眼目的情欲，看恐怖片就是其中的这样一种，也满足我们今生的骄傲。因为我们看完了，我们觉得说，虽然当时很害怕，可是我现在不怕了呀，没什么可以吓倒我呀。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一些肮脏污秽的东西进入到我们的脑海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把它抠出来的，而且好像它就像永久封存的东西，就渐渐的放在我们心灵当中的一种角落里，随时都可能因着我们的罪然后爆发出来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恐怖片我们一定要远离。其实不光是恐怖片，还有各种各样的色情的，或者是引起我们各种各样的贪欲的，甚至我觉得就是一些什么购物的，引起我们那种购买欲望的那种广告，其实这些都是来污染我们心灵的啊。我们不是说要好像就是圣洁到我们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们应该按照神的这种心意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对吗？师母，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在这个恐怖片的这个话题里面。我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哈。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啊。我们的时间很宝贵，我们的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啊，能够把我们的时间善用在敬拜神，去接收这些美善的意念，把我们的焦点能够专注在天上哈。就像刚刚凯纯说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都是从世界来的。好，所以把我们怎么样去转换，把这个世界的思维转换成天上的思维，这个是一个大工程。好，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这个工程的建造负责，而且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做得到，这是要依靠圣灵，依靠耶稣。所以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见证，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做对自己身心灵有益的与神同行的事情。好，谢谢师母，谢谢您的点评。